代幼交配有多疯狂，一个月交配上千次，哪怕浑身溃烂也不能停。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说，交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种群稳定的延续下去。只不过大多动物之间的交配都是由雌性掌握着主动的权利，然而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，却生存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动物，它们交配时根本不考虑雌性的感受，甚至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不惜放弃生命。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神奇的物种？这样做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长相与老鼠十分相似的动物，主要生存在澳大利亚地区，属于小型有袋哺乳类动物，通常被人们称为代幼。通常情况下，大部分有袋动物都是十分温和无害的，代幼也不例外。只是当它们进入发情期后，性格就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，变得极其暴躁易怒。那么它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代幼的繁殖期是每年的6月到8月，这段时间属于澳洲的冬季。每到这个时候，雄性代幼体内的睾酮素就会快速升高，这种物质会使它们变得暴躁易怒，甚至开始喜欢打斗，为了争夺配偶，甚至与同性大打出手。甚至对于雄性代幼来说，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去追求异性，为了争分夺秒的繁殖后代，他们往往都不会考虑雌性的感受，甚至对其进行强迫行为。而雄性代幼这种暴力的行为会造成许多雌性因此而丧命。代幼交配有多疯狂，一个月交配上千次，哪怕浑身溃烂也不能停。进入发情期的雄性代幼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，他们的脑海中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疯狂的交配。所以大部分时候雄性代幼都会选择不吃不喝，持续的进行长时间交配。有些个体的交配时间在14个小时左右，但还有一些个体的交配行为甚至能够持续一整天的时间。而雄性这种疯狂的交配行为会连续进行1个月左右。正是因为他们不吃不喝且如此疯狂的交配，会导致雄性代幼的身体无法维持正常的需求，在繁殖期结束的时候，雄性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可是他们为何要如此疯狂地进行交配？为了延续基因而丧失生命，这值得吗？其实这种自杀式的交配方式正是代幼的生殖策略。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发现，大部分雄性代幼的寿命只有1年的时间，并且雄性体内的睾酮素能够吸引更多的异性交配。只不过睾酮素分泌过多的话，也会影响到代幼的寿命。对于代幼来说，生殖能力远比生存能力更重要，并且它们的发情期在冬季，此时的食物比较稀少。为了能够让雌性以及配偶更好的生存下来，它们就只能选择牺牲自己了，并且在繁殖期过后，雌性能够生下许多后代，这让雄性的基因得到了很好的延续，从而壮大它们的群体。这样的情况也正是雄性希望看到的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牺牲自己从而生出更多的幼崽是非常有必要，并且也是他们心甘情愿的。那么当代幼的繁殖期结束后，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？在整个的交配过程中，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，他们都承担着很多的压力，并且对于雌性来说，甚至没有反抗的机会。毕竟面对疯狂的雄性，他们的反抗只会让对方更加暴躁。所以对于雌性来说，他们只能祈祷自己能够活着度过交配期。不过就算这样，还是有不少的雌性因为承受不住而死亡。而那些掌握着主动权的雌性，在经过了1个月疯狂的交配后，就会选择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静静的等待死亡。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到养育后代的过程中，所以当他们死后，雌性就只能独自养育后代了。只不过当雌性代幼生下幼崽之后，它们的身体也会变得越来越虚弱，每年都会有将近1半的雌性因为生产而死亡。不过雌性代幼每胎可以生下6到8只幼崽，这样的数量也能够抵消一些高死亡率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代幼如今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，除了自身生殖策略的影响之外，人类的行为活动也在影响着它们的生存。由于栖息地的减少，代幼如今已经面临着濒危的困境。如果想要防止它们走向灭绝，对它们的保护还是十分重要的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